大爷在涂口红，但其实这是打火机。他转身又吃起了饼干，其实还是个打火机。他30年收藏了6000只打火机，家里墙纸都是打火机做的，各种你意想不到的打火方式。看着是把锤子，其实是打火机。灯泡也是打火机，牛奶盒都能出火，螃蟹钳子喷火，你能信？灭火器都能出火，这就离谱了。包包能打火，高跟鞋也可以，最小的和1元硬币差不多，小是小了点，但照样能打火。最大的就要用2只手抱着，要说是燃气灶我都信。最独特的要数下面这个，火焰可以分叉。这些火机来自全世界各地，这一款就是来自加拿大的牙刷火机，它每周都要挨个清理一次。打火机已经成了他的精神寄托。然而下面这个大叔的收藏也很费钱，他花100万收藏了5000部手机，全是你没见过的，有设计成香蕉玉米的，保龄球也是电话，超人都背着电话来电就会蹦迪，还有来电就会吐丝的蜘蛛侠电话，易拉罐也是电话，连鞋底都能设计成电话，密密麻麻摆满了房间，地板上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。工作人员数了数，光客厅就有2000部，另一个房子更多，但大多都是智能手机，一共算下来有5000部，并且这些都安装了电话卡，都能正常使用。节目组随即拨打了几个，果然就接通了。他说每月光套餐费就得5万块钱，为此连周末都要去兼职。妻子也觉得这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，考虑再三，他决定做出改变，把手机都卖掉了，还给儿子买了一屋子玩具。他终于想明白，亲情才是最值得收藏的。和他一样，下面这个人也喜欢收藏，只不过他只收藏座机，整个仓库摆满了座机，一共有3000多部，100多年前的古董电话都有。神奇的是，电话竟然还能使用，不过要像摇动手柄发电才能打电话。大叔演示了一遍，插上了一个什么模块，然后真就拨通了工作人员的手机，通话音质非常好，就好像穿越了一样，很神奇。大叔还打算开一个手机博物馆，把这些不常见的电话展出，供大家欣赏。他50年收藏了4000多种可乐，现在拿在手上的是世界上第一款可乐，已经超过了100年，瓶盖都是用的木头塞子。很多人想喝的82年可乐，他这里多的是，什么造型的瓶子都有，全是脑洞大开的设计，从最胖的到最花里胡哨的都有，还有各种限量款的可乐，有的瓶子上都镶了钻石，还有奥运纪念可乐、美国队长可乐。他还收藏了很多可乐周边产品，就比如可乐主题的录音机，因为都是非常稀有的限量版，收集这些花掉了好几百万。节目组仔细数了数，足足有4000多种。大叔还说会一直收藏下去，要打破世界纪录。然而下面这个大爷的收藏更有价值，他5年收集了3000万个烟头，每天都要去街上捡烟头，一天就要捡1万多支，捡满1箱就要封存起来。5年内收集了300多箱。晚饭后他又去捡烟头了，还说现在捡的最多。来到饭店门口，果然发现了很多，不一会儿就全部捡干净了，即使垃圾桶里的烟头也不放过。有人说经常看到他整晚都在街上捡烟头，下雨天也不例外，只要大爷出现的地方就绝对不会允许有烟头。那为啥大爷会痴迷于捡烟头？大爷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警告那些随意丢烟头的人，还说这样能让自己锻炼身体，感到非常快乐。他肩膀上出现了一只诡异的手，像是一个婴儿趴在了背上，关键他家就一个孩子啊，左边露出的脚是自己的，旁边看起来根本就没有人。然而诡异的照片不止这一张，丈夫说之前在车里给孩子拍照，车窗上也出现过一个奇怪的影子，有胳膊有腿的，看起来很像人。当时连续拍了2张照片，奇怪的是第2张照片上影子又神秘消失了，刚开始以为是窗户脏了，但车是刚洗完的，完全没理由啊。节目组找到专家，通过分析照片信息，专家不认为这是灵异事件，给照片调个色就可以看出来，影子有一圈明显的线条，专家认为是之前车窗上的贴纸留下的印记，虽然肉眼看不出来，但手机是可以拍出印记的。为了验证这个说法，节目组找来了同款车型，往车窗贴上蜘蛛侠贴纸，然后在烈日下暴晒6小时，完事后揭去贴纸，车窗还是干干净净的，即使用背景布遮住，肉眼也看不出任何印记。接下来用手机对着车窗拍照，果然拍到了贴纸留下的印记，至此影子的谜底揭开了。那肩膀上的手又如何解释？专家仔细观察后发现，大腿旁边凸出来一个三角形的东西，像是裙子之类的衣角。他推测当时后面可能有一个1.2米左右的女孩，正好举了手，由于视线遮挡，拍出来的就只有一只手而已。节目组还原了当时的场景，等女孩走到婴儿车后面时，拍出的照片果然只看到了一只手。至此真相大白，一切都是虚惊一场。有相似经历的还有下面这家人，他家客厅窗户上出现了一张脸，看起来像是梳着双马尾的老太太，死死地盯着一家人。窗户对面就是墙，不可能是对面反射过来的，而且他家在3楼，一般的老太太是上不来的。当时只有丈夫一人在客厅整理玩具，完事后对着玩具拍照，第2天欣赏照片时就发现了这张脸，看着非常诡异。随后对着窗户又拍了很多照片，但是那张脸没再出现过。丈夫一口咬定那不是人啊，不是人，那是什么？화장실 아니면 안방에 있었던
专家分析后确认了照片的真实性，考虑到房子的周围环境，专家认为是屋内某个东西反射在了窗户上。仔细观察后，在出现脸的位置找到了凳子的影子。妻子说，之前确实会把衣服挂在凳子上，专家表示应该是衣服的褶皱正好反射在了窗户上，才形成了脸的轮廓。接下来还原现场，把相机架在当时拍照的位置，在椅子上挂好衣服，弄出人脸的轮廓，然后拍出的照片中确实有类似脸的东西出现了。专家把衣服弄出更多褶皱，反复调整，终于5个小时后拍出了和之前一模一样的人脸，都是一种巧合而已。然而更诡异的还在下面，每到深夜，村里山坡上就会出现一张脸，脸部轮廓非常清晰，就这样一直盯着整个村子。村里老人说，山坡之前就是墓地，到现在还有好几座坟墓，已经不知道主人是谁了。村里另一位大妈也说，在她小时候，山坡上还发生过一起惨案，一家3口惨遭灭门。一时间关于这张脸的说法越来越多，听起来也是越来越灵异。节目组架起了摄像机，全程记录，想要一探究竟。天渐渐黑了下来，那张脸也慢慢浮现了，看起来有鼻子有眼的，像是一个男人的脸。村民议论纷纷，有人说是来寻仇的，有人说是来索命的，反正大家都很恐惧。节目组的摄像师超勇的好不好？他决定到山坡上近距离观察，当他拨动一下树枝，这张怪脸的形状竟发生了改变。摄像师差点笑了出来，说山坡上的树被路灯反射后就会形成对称的阴影，看起来就像是眼睛，而树干看起来就好像鼻子，周围的藤蔓就成了脸的轮廓，一切都是错觉而已。得知真相的村民表示，哎，你别说，现在看起来还挺可爱的。还有人说现在看起来像企鹅，这就很尴尬了。说实话，我看这种灵异事件都是笑着看完的，希望你看完也能开心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厕所墙上长出了头发，缝隙里还有一点点红色印记，看着好像是血。主人轻轻拽了一下，就掉了好几根，吓得他赶紧停手，生怕拽出来个人头。而且厕所墙壁很厚，里面还是中空的，难不成里面真的有东西？房子呢是他们租的，才住进来2个月而已。房东过来左看右看，说可能是什么植物的种子发芽了而已啊，没什么大惊小怪的，反正我房子没问题，这墙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。说完直接就走了，但他却感觉事情并不简单。节目组剪掉了一段头发去找专家，专家看了半天，说这确实是人类的头发，那墙上为啥会长头发呢？专家猜测有人摔倒后撞碎了墙上瓷砖，头发就卡在了缝隙里。接着还做了个实验，把假发绑在锤子上，用力敲打瓷砖，果然真就有很多头发卡在了上面。但他却说自己根本就没有摔倒过，而且自己头发长度也不符合呀。那到底是谁的头发？她给出差的老公打电话，老公一听直接就说是她的头发。哎，咋回事呢？等老公出差回家后，果然就对上号了，头发长度也吻合。丈夫坦白说出差前喝多了，在厕所跌倒了，当时也没太在意，第2天直接就出差了，到现在头上还有个大包，看又是虚惊一场。每天睡觉前奶奶都要在被窝放一罐可乐，而且必须是常温的，说这样做是为了保命。衣橱里也全是一罐可乐。奶奶说生病了可以不吃药，但不能不喝可乐，喝完精神抖擞，神清气爽。对她来说，可乐是万能的，随时随地都要喝。织毛衣的时候来一罐，唱歌累了来一罐，就这样每天10罐，喝了40年，足足喝掉了15万罐可乐，这可把老伴累到不行。每天回家都要带上2屉可乐。奶奶喝可乐有个特点，开盖后必须一口闷，然后满意的打个嗝，这就是她最享受的时刻，而且只喝常温的，说只有常温的喝完才会打嗝，因此可乐都会放在被子里保温。记者拿出一罐冰可乐给她，结果喝完奶奶连连摇头，还真就没打嗝。奶奶认为可乐就是灵丹妙药，和闺蜜聚餐还劝患有糖尿病的闺蜜喝一罐，闺蜜听得一脸无奈。至于为啥喝可乐，奶奶说都是因为家庭的原因，反正就是喝完可乐就会带给自己无穷的力量。可以说可乐给她的生活带来了一丝安慰。按照惯例，大家还是带奶奶来做了全身检查，发现她的12指肠出现了溃疡，很多溃疡面都在反复发作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奶奶不禁担忧起来，以为是万能药的可乐竟然一直在伤害自己。医生表示不用过于担心，只要戒掉可乐就会慢慢好起来。所以说有病就得好好吃药，要相信科学。她是吴亦凡最怕见到的女人，因为她最……但是要说牙口好，下面这个男人表示不服。他拿起酒杯，嘎嘣一口，直接咬下一块，接着嘎嘣嘎嘣的吃了起来。周围人的表情说明了一切。在丹东，一个普通的早晨，妻子在炒菜，丈夫在洗餐前甜点，然而里面全是玻璃碴子。洗干净后，上面撒上白糖，他接着就吃了起来。妻子想劝阻，但是无济于事。玻璃碴子能好吃吗？这个嚼一口非常香。节目组检查了一下他的牙，除了有点参差不齐外，没别的毛病。那么他到底为什么要吃玻璃？大叔说这个要从20年前说起。20年前他是一个销售，刚和客户签了一个大合同，由于自己不能喝酒，被客户一番羞辱，说他不爷们儿。为了证明自己，他拿起酒杯嘎嘣嘎嘣的吃了。从那以后，他就爱上了玻璃的味道。他会在玻璃店找各种边角料，不同厚度的玻璃吃起来口感也不一样。挑选完毕，带着他的美味甜点回家了。回家后会根据口味对他们进行分类。他说医院的吊瓶
型最好吃，酥脆有嚼劲，口感极佳。而灯泡吃起来就差一点，但也很爽口。那么他一天要吃多少玻璃碴子呢2个啤酒杯。按照节目流程，他被带到了医院做检查，还在医生面前表演吃玻璃。医生也是大为震惊，但是检查结果却显示他很健康。医生也觉得不可思议，最后还是建议不要继续吃了，以后可能会出现梗阻的情况。最后大叔也表示以后就不吃玻璃了，以后改成吃牙签。下面这个大叔看了上面2位之后，连说服了，你们都是铁齿铜牙，我只能吃点软的了。只见他抓起一只泥鳅，不假思索直接吞了下去，一只不过瘾，他接着又吞了一只泥鳅。贝爷见了都直呼内行，他说生吃的味道好极了，秋谈谈还能拉丝。随后他把泥鳅都装到了瓶子里，在回家的路上边走边吃，那叫一个幸福。吃饭的时候也要先吃泥鳅开胃。母亲很担心他，但他却并不在意，继续吃着心爱的泥鳅。那他为什么要生吃泥鳅呢？原来大叔曾经有胃炎，为此还做过5次手术。为了疗养身体，他吃了很多的中草药，但是并没有什么效果。然而有一天，桌子上的泥鳅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他之前在书中看到过泥鳅有缓解胃痛的功效，于是他尝试生吞泥鳅，结果胃痛确实好了不少，于是一发不可收拾。他对于泥鳅的选择也是很苛刻的，他只吃野生的泥鳅，拿着铁锹来到稻田就开始挖泥鳅，不一会儿就挖到了一盆的泥鳅，稍微清洗一下，抓起来就送进了嘴里，那是干净又卫生啊，兄弟们。朋友想做一道泥鳅豆腐汤，他却觉得根本就是浪费时间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，生吃才是最好的。按照节目流程，他被带到了医院做检查，一番检查下来，他的身体状况很好，但是医生还是不建议生吃，因为有感染寄生虫的风险。如果非要吃的话，建议只能中午吃。最后大叔也表示，为了身体健康，以后会尽量少吃的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大叔把鳄鱼当儿子养，每天给鳄鱼做足疗，偶尔还来个大保健，先把沐浴露涂满全身，然后用洗澡巾搓背，偶尔还会在洗澡水里加入料酒去腥。鳄鱼的皮肤非常厚，褶皱的地方很难清洗，主人累到不行，鳄鱼却一脸享受。大叔每天会带着鳄鱼在公园散步，已经成为公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为了让鳄鱼更吸引眼球，大叔还要给鳄鱼做美甲，精心打磨指甲后，然后挨个涂上指甲油，看起来美美的。完事后再来个亲亲，抱着鳄鱼就睡觉了。因为鳄鱼比较能吃，主人给它取名饿了么，说饿了么是自己捡到的，刚开始只是一个蛋，慢慢孵化出来，经过精心照料，就变成了现在这个大体格子。还说饿了么从没咬过人，甚至很少发脾气，是一个可爱的乖宝宝。平时饿了么最喜欢的就是看球赛，连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。主人一手抱着蜥蜴，一手搂着鳄鱼，说他俩都是忠实的球迷，每次比赛都要看。当心仪的球队进球时，他们还有自己独特的庆祝方式，毫不犹豫地跃入水中，欢快地翻滚，展示着鳄鱼独特的庆祝动作。这段是我瞎编的。一群人来市场却不买菜，全都围着一只狗在看，这有啥好看的？一旁的大叔说他已经这样转了一上午了，大家都感觉很奇怪，他明明看起来非常疲惫，但依旧自顾自地旋转，好像上了发条一样，就算被行人撞倒，被婴儿车撞到受伤，也不会停下来。在市场上问了一圈，终于找到了它主人，一问才知道这狗是偷偷跑出来的，主人也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这样，只要一把它放下，立马就开始旋转，好像有开关一样，碰到地面就启动，而且它根本不看路，每天都面临着危险。为了它的安全，主人只好把它关在家里，用绳子绑在了凳子上，但都无济于事，只有吃饭的时候，它才会稍微消停一会，吃完立马开始旋转。主人说这种情况是4个月前开始的，因为工作原因，把它单独关在了家里。有次回家就看到它在转圈，都不知道它转了多长时间，一开始也没太在意。有次转圈链子缠在了一起，它都快窒息了，还在自顾自地转，主人这才意识到不正常，医生对它进行了一系列检查，发现他颈椎出现了问题，导致脑压增加，因此患上了老年痴呆症。虽然通过吃药可以防止病情恶化，但现在最重要的是给他更多的陪伴，会慢慢好起来的。他每天偷偷给自己家的猫下药，就掺在猫咪爱吃的食物里，一天3顿下的药还不一样。之所以这么做，都是因为他家的猫太可恶，每当他一觉醒来，脸上就会出现伤口，手臂上也有抓伤。他确定不是自己抓的，自己指甲很短，根本抓不出来这种效果。他现在怕得很，在卧室偷偷装了监控，结果却让他更加迷惑。只见每当他入睡后，他家猫就像疯了一样撕咬他，还把屁股在他脸上蹭来蹭去。他下意识把猫推开，接着猫咪的行为更加诡异，在地上不停地抽搐。主人想不明白，为什么白天乖巧的猫咪晚上会对自己做这种事情，而且每次主人出门后，它的行为也很古怪，变得焦躁不安，愤怒地撕咬被子。这只猫到底怎么了？专家反复观看录像后，认为这猫应该是梦游了，很可能还做了噩梦，把主人当成了假想敌。经常出现这种情况的话，说明和他小时候的痛苦经历有关。主人这才恍然大悟，说猫就是他捡来的。发现它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，医生建议先进行药物治疗，每天把药混合在猫粮里，
慢慢缓解她的焦虑紧张，还要给她更多的陪伴，让她知道自己并不孤单。晚上主人又用上了安神香薰，甚至打开了专门给猫听的音乐，她听了一会就开始犯困。那她晚上还会咬人吗？只见半夜她径直来到主人旁边，徘徊片刻后，趴在主人旁边安静地睡了起来，一直到天亮，她都没再出现奇怪的行为。看起来小白已经慢慢康复了。奶奶吃饭前要先挤一勺洗洁精，接着放进鱼汤里，搅拌搅拌，直接喝了起来。记者闻了一下，满满的肥皂味，奶奶却吃得非常香。这还没完，喝完汤，奶奶又拿着一片白菜叶来到厨房，对着洗洁精连按了3次，小心翼翼把洗洁精包起来，直接塞进了嘴里。大家非常不解，为啥要吃洗洁精呢？奶奶说自己不能吃肉之类的高脂肪食物，如果要吃的话，必须提前吃点洗洁精，让它在胃里中和一下油脂。不得不说，这想法非常脑血栓啊。饭后，奶奶给大家讲了自己年轻时候的事，大家终于懂了奶奶为啥这么做。奶奶说，年轻的时候穷啊，工作又累又苦，得了胃病也没钱去医院。偶然的一次，不小心吃下了半瓶洗洁精，她觉得自己肯定活不了了，听天由命吧。没想到啊，这下不仅没死，胃还不疼了。于是从那开始就一直吃。大家带她来医院检查，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，胃里竟然没事，不过还是得戒掉洗洁精。如果胃痛的话，可以吃药缓解。奶奶也答应以后不会再吃。2周后，节目组做了个回访，发现奶奶还在吃洗洁精，大家又给奶奶科普了一番，要相信科学。1个月后，节目组再次回访，这次奶奶终于戒掉了洗洁精，只不过吃药又吃上瘾了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这猫有个怪癖，连医生都大为震惊，它1日3餐只吃泡菜，而且必须要够辣，饿了就会对着冰箱一直叫，因为冰箱里就有它梦寐以求的辣白菜。主人又把泡菜和米饭拌在一起，给它做了个泡菜拌饭，但小白很挑剔，只吃了拌饭中的泡菜，1粒米饭都没吃。主人说小白是流浪猫，刚捡回来的时候它什么都不吃，直到拿出泡菜的一刻，它竟然2眼发光，一直叫个不停，才知道这猫喜欢吃泡菜。猫粮呢？最后到小白出场了，它都没看一眼猫粮以及鱼罐头，对着泡菜就开始干饭。主人觉得泡菜太辣，吃多了不好吧？主人带它来到宠物医院，医生听完也大为震惊，一番检查下来，小白身体却很健康，只能说他天赋异禀。不过呢，医生还是建议要少吃泡菜。主人也很听话，回家就给小白做了泡菜味的猫粮，把猫粮和泡菜混合在一起。没想到啊，天生傲骨的小白竟然配合吃了起来。那就希望小白尽快戒掉泡菜，做个正经猫咪吧。这座老房子会不停地分泌黄色液体，流得满地都是。大妈们看到却异常兴奋，像疯了一样蹲在地上，用年糕蘸着液体，吃得一脸享受。甚至有人趴在地上舔食，他们还会把液体收集起来，说这液体能包治百病。听到此话，一旁的大树也忍不住了，喝了一口后却一脸嫌弃。神秘液体越流越多，甚至连屋外也开始流。现在主要的流淌线路是3条，屋内2条，屋外1条。液体已经对这座老房子形成了包围之势，让大妈如此疯狂的液体到底是什么？节目组找来专家，用热像仪一测，屋顶的温度竟然高达43度，这就很反常了。接着来到屋顶一探究竟，可以看到密密麻麻液体流淌的痕迹，有些液体都凝固了，屋顶的木板都被浸透了，颜色也变得深沉，不知道液体是否具有腐蚀性。观察了半天，发现所有液体都是从一个缝隙里流出来的。专家壮着胆子把手伸到里面去抠，却抠到了一坨湿哒哒黏糊糊的东西，吓得他赶紧爬了下来。下来仔细一看，这不就是蜂巢吗？里面都是满满的蜂蜜。看到这一情况，在场的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。大妈表示，我说怎么吃起来有点甜呢？但为什么满是蜂巢的屋子里却没看见蜜蜂呢？专家表示，可能是由于最近大妈们在屋里上课，环境非常嘈杂，久而久之蜂群不能安稳工作，最后不得已弃巢了。大妈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伤感，这么好吃的蜂蜜以后吃不到了可咋办？大妈家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东西，就在她拔牙回家后，家里就凭空出现了一包牙齿，参差不齐的，足足有20颗，其中还有好几颗烂牙。牙齿是大妈整理橱柜时发现的，刚开始还以为是干燥剂，仔细一看差点吓死，这牙比正常人类的牙齿小了很多。真的是人类牙齿吗？牙医看了一眼，说不仅是人类牙齿，而且还是小孩的乳牙。一个人一般就有20颗乳牙，而这一包恰巧就有20颗。从形状上判断，应该就是同一个人的，很明显是专门收藏起来的。一听说是乳牙，大爷很不理解，因为老两口根本就没有孩子，最近也没人来过家里，那为啥会出现在自己家呢？这会不会是某种诅咒呢？随后记者在家里发现了蹊跷。10号这天，日历上标注的行程是去看牙医。大妈说那天确实去拔牙了，自己记性不好，就在日历上做了标注。那会不会是她不小心从诊所带回来的呢？大妈却一口否认，大家也不确定她有没有健忘症。为了排除这种可能，接着来到牙医诊所，调出了监控，确实没看到大妈拿走任何东西。那牙齿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聊天中得知，这房子是他们租的，1年前才搬进来的，而且房东就有个孩子。大家瞬间醍醐灌顶，这牙齿8成就是房东孩子的。接着联系到了房东，一问才知道，这牙齿确实是他家小孩的，当时搬家忘记拿了，一切都是虚惊一场。大妈38年没摘下过口罩，20多年的邻居都没见过她的脸，都说口罩下面的脸非常恐怖。
看到就会做噩梦。只有他洗脸的时候才会临时摘掉一回，但从不照镜子，洗完脸就要赶紧戴上，到底是有多恐怖呢？大家想让大妈摘掉口罩也被拒绝了，即使和家人一起吃饭也不会摘口罩，自己独自一人在卧室吃，家人都20年没见过他的脸了，就连女儿拍结婚照他都没有参加，因为拍照要求摘口罩。不仅如此，大妈走路还必须用手撑着眼皮，说这样才能看清东西。但大妈年轻时并不是这样的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经过长时间的跟踪拍摄，大妈也慢慢打开了心扉。原来她18岁就结婚了，婚后生下了4个孩子，但第5个孩子很不幸，出生就夭折了，这对她打击很大。慢慢的嘴巴变得不听使唤，舌头也变得僵硬起来，面部不受控制的扭曲，因为害怕吓到别人，从此就戴上了口罩。大妈鼓足勇气摘下口罩，可以看到她的牙齿都掉光了，牙龈都是外翻的。医生表示这情况就是心理原因导致的肌强直，失去孩子的痛苦让她悲伤过度，以至于严重影响到了身体健康。医生制定了详细的康复规划，相信大妈的症状会慢慢得到改善。每次经过这个天桥，她的车就会无缘无故的鸣笛，双手根本没按喇叭，来回多次验证，每一次都鸣笛。晚上经过这里，喇叭声音还变得更大。然而其他车辆并没有出现这现象，这种情况只发生在小哥身上，你就说怪不怪吧。而且听说之前有对小情侣在天桥上吵架，男的错手把女的推下了天桥，正好被一辆卡车撞到，当场死亡。撞人的就是这种货车，他的货车就是刚买的二手车，买的时候很便宜，他还以为捡了个大漏，该不会撞死人的车就是这一辆吧。大家找来专家，专家认为是喇叭本身出了故障，换上了一套全新原厂喇叭后，再次开车经过这里，喇叭还是自动鸣笛，这就有点怪了。他现在非常尴尬，前面堵车，他正好停在天桥下面，喇叭还一直响个不停，别人都以为他这人有毛病。专家又研究了半天，发现喇叭开关很灵敏，一些微弱的电信号都会导致喇叭电路接通，初步推测可能是附近有无线电干扰导致的。天桥上就有类似避雷针的无线电装置，用仪器一测，果然发现了很强的无线电信号，就是这个信号导致了汽车自动鸣笛。那现在要做的就很简单了，改装整个喇叭系统就好了。每到深夜，健身器材上就会吊着一个怪东西，来回摇晃，看着像人，但又看不出腿在哪。大家决定白天再来，白天就看到一位大妈倒挂在上面，一动不动。小哥壮着胆子上前查看，大妈一句安宁哈撒哟，吓得小哥连连后退。大妈说自己在锻炼而已，问他多大年纪了，大妈说也没很大，今年72，每天都要倒立5个小时，说这种倒挂方式能锻炼全身，说着就展示了一遍，动作行云流水，这把旁边的大妈都看傻了。小哥欠欠地问有没有尝试过这种锻炼方式，大妈露出了一副关怀智障的眼神。大家找来4个小伙子和他 PK， 小伙子们信誓旦旦，根本不把大妈放在眼里。比赛才过了1分钟，有人就双腿不停颤抖，很快败下阵来，另一个还可以，足足坚持了2分钟才缴械投降，只有大妈还在一动不动地挂着，显得十分轻松。剩下的2个小伙继续挑战，没过2分钟也放弃了。即使在家里，大妈也不会停止锻炼，就这样倒立看电视。一旁的老伴已经见怪不怪了，做菜吃饭也要时刻劈叉来锻炼柔韧度，甚至在他70岁的那年还得到了瑜伽教练的证书，真的是有够疯狂。他的眼睛会喷水，倒上一杯汽水直接用鼻子喝，喝完捏住鼻子掰开眼皮，只听吱的一声，一道细水柱从眼角喷了出来，喷出了2米远，足足持续了5分钟。这还没完，他又拿出一个气球塞进耳朵，捏住鼻子后，气球竟然一点点的变大，耳朵直接成了打气筒，不一会就把气球吹爆了。接下来他又表演了其他几个绝活，都是在眼睛射水基础上延伸出来的。他说做这些就是为了好玩。之前看了一个狗血韩剧，非常感人，但很奇怪，看着看着家里的天花板突然开始漏水，但外面并没有下雨啊。原来不是天花板漏水，是自己的眼泪喷出来了。这才知道自己还有这种绝技。从此他开始不断挑战自己，从刚开始喷得很短，慢慢到现在能喷2米远。现在他还要做个更大的挑战，用眼睛喷水灭蜡烛。结果喷出来的水流太小，没有成功，对着镜子左看右看，不应该呀。接着打了几个喷嚏疏通鼻腔，又试了几次还是不行。原来小哥是感冒了，他表示等自己好了会继续挑战。听说世界纪录能喷4米，自己准备刷新下。他每天买菜却从来不吃，一到家就拿出了电钻，开始给蔬菜钻孔，把胡萝卜内部掏空后，又拿出刻刀在表面打孔，每一步都非常小心，搞得像是在做外科手术一样，一点点调整孔洞大小。这到底是在干嘛呢？他也不解释，拿起做好的胡萝卜吹了起来。这真的还是胡萝卜吗？大家决定升级挑战，拿来了西瓜、鸡蛋和大葱。小哥轻蔑一笑，手起刀落间就把3样食材变成了乐器。不仅如此，什么山药、西葫芦、土豆、西兰花都能被他吹出花来。虽然做乐器难不倒他，
但现在有个问题，就是乐器的保鲜时间太短了，一旦蔫了，音色就不纯正了，只能打成蔬菜汁喝掉。为此每天要不停买菜，买回来就要套上保鲜膜放冰箱，来保持蔬菜的新鲜度。现在他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，上班都要带着一袋新鲜洋葱，用一把美工刀就把洋葱变成了乐器，把同事看得赞叹不已。他出门随身拿着一把剪刀，见人就盯着别人的头发看。他并不是理发师，只是想要别人的一根头发，把头发固定住。接着又拿出微雕刻刀，这是要干嘛呢？他说要在头发丝上刻字，这不开玩笑吗？大叔也没回应，自顾自的比比划划。随后又给头发涂了一层白色的颜料，在显微镜下文字还真就显现出来了。5毫米长的头发丝上，竟然密密麻麻刻了105个字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可以在沙粒上刻字，也能在5厘米的石板上写一部千字文。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他需要2年才能全部完成，期间要更换20多种刻刀，比硬币小很多的铁块上也能刻800多个字。大叔说在头发上刻字很考验人的耐心，刚开始就拿自己的头发练习，1年下来头发日渐稀疏，现在都是用别人的，和别人见面都是先看头发，黑长直是他的最爱。现在还开了头发展览，小朋友都看傻了。大叔目前只能在头发上写1行字，说希望以后可以在头发上画一幅清明上河图。他把一坨大便锁在了保险箱里，还说这大便价值100万，里3层外3层的打开，这不就是块石头吗？但他说这是金鱼的便便，名叫龙涎香，高档香水就是用这玩意做的，比黄金还要贵10倍。拿在手上，明显比真正的石头要轻很多，闻起来还有种雨后的泥土味。难道真的是龙涎香？大便是在自家养鱼场发现的，他本来以为是块石头，随手扔水里竟然飘了上来。长这么大哪见过这情况？上网那么一查，和网上说的龙涎香非常像，这不一夜暴富了吗？朋友们都觉得这是真的，但村里老人表示，他们这地方根本就没出现过金鱼，哪来的金鱼大便啊？说再多都没用。接下来直接找专家，专家说龙涎香其实是金鱼体内的一种结石，非常稀有，可能100只金鱼里面都不一定有一个。接着对着大便一阵猛闻，还做了简单的测验，无论是颜色还是质地都非常符合，初步判断这可能就是龙涎香。接着对其取样化验，大叔满怀期待，离财富自由越来越近了。然而一番分析后，结果却显示这并不是龙涎香，只是一块在海上漂浮很久的塑料泡沫。大叔的宝贝瞬间一文不值，妻子安慰大叔，但大叔反手就撒了一波狗粮，你才是我的臭宝呀。家里没人留长发，卧室却常常出现超过1米的头发，最长的能达到2米多，比他本人都高。有时出现在厕所，有时出现在卧室，拔一根自己的头发做对比，无论是颜色还是触感，都几乎一模一样。他认为这就是人的头发，关键家人都是短发，而且最近来做客的也都是短发。一开始还误会了老公，以为是老公在外面带来的。这种现象是1周前叠衣服时发现的，衣服是刚从烘干机里拿出来的，赶紧查看烘干机，里面却干干净净，毛都没有。可慢慢的头发出现的越来越频繁，看着吓人。房子是他们租的，刚住进来也没几个月，而且像这样的房子租金却很便宜。当时房主也是很着急的往外租，他们怀疑房子里发生过什么不好的事，难不成真有那东西？摄像小哥才不信，带着毛发找到专家，专家研究半天，说从厚度和质地来看，确实跟头发非常相似。接着又放在显微镜下这么一看，结果显而易见，这并不是头发，而是一种线头，应该就是衣服上的一些缝线。接着妻子检查了所有衣服，果然在一件西装上抽出了一模一样的线头，长度也完全吻合，又是虚惊一场。